有时候你打游戏打的觉得很不顺，有没有可能是你选枪选错了？很多游戏都有什么强度排行，在玩家口中称之为版本之子。它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呢？不就是因为好用吗？用的人比较多了之后就觉得很猛。那么如果说你逆版法而行，比如说我手上这把 CR56，如果说按枪械排行的话，比它强的枪多了一大堆。这要是撞到版本之子的，几乎都是远一点的，就是单边吊打的。所以在你枪械不占优的情况下，你就得依靠其他的技巧来提升自己的优势。比如说你有连体别人没有，丢别人道具让别人有血量之间的差距，或者说是震到别人让别人无法反抗，这都是一种方法。香包还香包。如果你也没有这么多细节处理的操作呢，那么最好就用强械的枪术在对枪中取得一定的优势，不然对枪对不过，细节也拼不过别人，那你怎么赢啊？全靠运气嘛，不合适的。还香包，看包，划过去直接划。对上这个距离，你看着这9滴血，你闹心不闹心？虽然说我没带穿甲弹，但是如果说拿 T1级别的枪过来打的话，伤害至少也是15左右的样子吧。它的基础数值都比这些高啊，对吧？一把强势的武器能让你省去很多麻烦的。包括如果说你经常看其他高分段主播喜欢用的枪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几乎都是 T1到 T0级别的。像那种有短板、有弱势的这种枪械，根本都不在他们背包选择范围之内。如果你能看到拿一把冷门枪械乱杀的，那一定是这个人的实力远超这个人的断墙那边，看包。双墙，给个雷，太包了，直接打。我操，他怎么打7滴血？那么说完枪械的影响之后，我们来说点如何顺大势所趋。我玩了这么多年，这个游戏独有的一个现象就是防守方抱团守点加冲点，然后进攻方是均匀冲点。说点通俗易懂的，就是5个人一起抱团守 A 点，几秒钟不来人，差不多就往别人家冲了。进攻方呢就是然后 A 点冲 A 点的 ，B 点冲 B 点的，中路冲中路的。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是 B 点打赢了，带包到掉 A 了，或者说是带包都在 B 点下包了，然后大部队还在 A 点，就挺离谱的。按照其他的枪战游戏，不都应该是防守方均匀布防，进攻方以人数差的优势去抢一个点吗？然后打回防的吗？然而目前排位状态就是反着来的，进攻方要么全狗加你，要么就是防守方全冲出去，就这样。大的风气是这样，你沟通让队友不冲，那不可能。既然如此，队友那么爱冲的情况下，那只能控制好自己。只能分2种情况来说。首先，如果说你是防守方的话，那么你就老老实实防守，用半雷多看几个点就可以了。你们的任务目标就是守点啊，把关键地方抢下来之后，你能看到 A 包和 B 包，不要让别人下包就可以了。盲目冲别人家被别人阴掉了，那你就只能在开麦这边指挥队友来玩了。落脚步了，一把狙。队友发挥好还行，队友发挥烂了，你血压是不是飙升？你打游戏何苦呢？是不是？那么作为进攻方，如果说队友全部都在狗在家里，然后不愿意冲锋的话，这个得分情况。队友枪法在线，在家苟着也能把对面冲过来的人给。有时候残局的都不要让，都苟在家里，太多等对面过来送。提醒。打出人数差之后，再跟队友一起抱团抢点，这会更轻松一些。这是一种打法，专门针对对面爱冲的人。第二种情况，两边都不讨好，那也可以苟在家里，除非说是他是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么第三种，队友枪法烂了一匹，苟在家里还是被人抱着杀，像这种情况，赶紧冲，把点抢下来，呼叫队友过来，不行就强行下包，把他们逼过来。如果他们不愿意过来的话，炸了就炸了，下一把。因为这种情况就是队友完全不在线，1打9的游戏，你何苦要带他们逆天改命呢？是不是？自己直接杀就完了。那么队友如果说抱团一起冲点的话，那更好说了，点抢下来了就不要贪就行，手包就可以了。加更没有必要。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已经超越很多人了。不在乎你杀了多少个，不在乎你能把最后一个人杀掉就行。强度的话，卡绿电2楼，还行。完成这项任务干得好。绿电2楼一个，短剑。4包1都翻了，死了之后开始指挥我来了。他打 A 的应该是别蹲这里了，他包掉咱家了吗？你去 A 包点吧，我下他摇一下，你再 B 一点蹲，快一点去 A。我是老六，你别过去，等他下包。我是老六，看到没有？过去了。所以说大师和战神分段，你想上分，你不靠自己，你靠谁呀？你靠队友吗？枪配件就不给你们了，这种枪本来就不强。老老实实用一些平时我推荐比较强势的一些枪械吧。溜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今天分享一点航站楼的一些打法技巧，希望能够帮助不会打狙的伙伴们。既然不会打狙，那么就不要去 A 大凑热闹，最好是把飞机这片区域给控制下来。既然是防守飞机的话，那么就带上半雷这种陷阱道具，摆好之后再放一个防爆，这个防爆专门就是当诱饵的啊。正常情况我们要是去飞机下面守，但是 A 点已经炸了，那么就迅速往这边转。中间队友交火一定会吸引 A 大的视野的，所以说我们快速切到这个位置，然后趴下。除非他们要走楼梯，不然的话是看不到这个视野盲区的，这时候只需要听动静。既然看到了，打掉，然后瞬间再趴下。脚步声过来了，他得下包，有敌人，大家要继续趴下。然后队友跑到 A 包点去了 ，A 包点还掉包了，但是 A 包点队友并没有被打，那么说明 A 大那边并没有什么人，这个时候就得防屁股绕后了，然后就在这个位置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。只要队友被打了，然后就去帮忙。时间来到最后30来秒，该跟队友抱团了，这个时候抱团是最好的选择。在一枪这个摆半雷，他总在你旁边那人，你别眼瞎呀！打你一枪了，还不知道？一直没动静，我还以为绕家了呢。他半残就跟他拉，其实应该躲包点后面是比较稳的。这波运气比较好，打掉了。作为防守方，既然是守飞机，半雷啊、什么探雷、C4啊，什么这东西都学着用。只要你守的飞机不大，你做的都很棒的。但是通常情况下，飞机都是没人的，所以说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守飞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得看2个捆，所以说上面最好是放一些陷阱，然后人在飞机下面看，防止绕家绕屁股。这一场 A 点还是炸了，为什么我不转呢？是因为我听到有人踩廊桥的声音了。然后我看了，等看看他是不是下包的那个，真是这个时候杀人就慢一点啊，就靠过去，等他下包的一瞬间杀了，然后拆。这个时候就听声音，听后面有没有来人，然后自己判断来了几秒钟我们能不能强行拆掉，能拆就不要轻易放手。哪怕说1打5包拆了又怎样？这就属于是一个偷包的一个技巧，等的就是他把包下来。那么前2局节奏比较快，慢节奏的话应该是这样搞的：摆好陷阱道具，然后这边丢个防爆。其实这个防爆应该先推一点保一下那个半雷的，然后下来到飞机下面卡着。廊桥那边丢了个手雷，没有被我防爆防住，那8成我的半雷也烧了。这样的话，机舱如果说进人的话，我可能是毫不知情的。所以说我们上去检查一下半雷，果然没有了。等半雷好再补一个。因为这一场是有人蹲飞机下面的，所以说我不用去飞机下面看着。所以说我们就待在飞机头这个位置，稍微把那个图书馆看一下，但是非常不建议啊，非常不建议漏太多，因为会玩一点的话，图书馆的狙都会排这个位置的，所以说还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说看飞机为什么最好是长枪的，你手上要是拿个喷子或者拿个冲锋枪，你这么远距离看着人家干瞪眼，但是打那个人是个狙击手，你就不要骚人家了，你往下站一点，他要往前跑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在走廊的时候来跟你对枪呀。跟 A 大自动扶梯那个视野差是一样的。他出来就是被我打嘛，我不出来他就得防飞机头。总之一条，拖着 A 大地图上漏红点了，最后一个人位置确定了，在 A 大方向，那么立刻就去帮忙。A 大没有交火，直接转图书馆架中间，把他卡死在一个范围，半身不好打，漏成那个后面人家一个秒趴你就打不着人家了。所以说小细节能让你打得更轻松一些。那么大家从复活点往飞机走的时候，最好是滑铲过啊，滑铲不容易抽掉，那直勾勾跑容易被抽掉，因为我抽过好几次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保一下半雷，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别人手雷把我的这个半雷炸掉了。这边跳跃收集信息有点夸张了，如果有人架着我，可能要记。被刀了，我操！还是看地图位置，有人卡飞机下面，我们就继续看这个中间。A 点炸了，第一时间赶过去。到达那个斜梯位置是有一个黄金时间的，错过了那就跟别人撞脸了。进步，听到有人下包了，直接滑上去，瞬间拉下来，躲这里了，但是有人跳下来了，准备跟他拼刀的。哎呦，牛逼！这种狙击手我都觉得他很灵活，他一点都不贪，近距离直接上刀。这一场记了。那么进攻方是偏比较难打的，所以说必须得拉信息，想办法突破。那么首当其冲的点就是 B 点，因为 B 点去的人真的太少了。从这边滑铲过的时候，发现好像有个人要往前推，那么稍微侧身看一眼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喷子带手枪，不然远距离你只能干站着。隔壁楼梯有个人在那儿疯狂窜，飞机头还有个机枪。那么他既然从楼梯上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窗口去揍他。打完这个时候我还是想这个机枪会不会反应过来了，但是一看这个 C4 直接顺着 C4 过去。那么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啊？你这个 C4 你不主动捏的话，它不会炸嘞。
所以说陷阱这个东西，你最好选择主动出发的这种，不要选择被动出发，要么选择搭配星探的也行。那么这只是其中的几种情况啊，那么咱们可以以后再分享。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